欢迎回到 Machine Learning and IoT Data Analytics 机器学习物联网资料分析这个课程。那我们在介绍过 Introduction 跟一些 Machine Learning 之后我们开始介绍这个Sequential Data Learning。那为什么介绍 Sequential Data Learning 呢？其实我们知道 IoT 的资料是透过 sensor 来收集的。那这些 sensor 收集的时候，它有一些 timestamp 就是sensor 收集是按照不同的时间的依序来收集的所以就看到这些资料就会形成一个 time series 那这个 time series data 我们这边叫做 sequential data 就是资料是一笔一笔进来的那这个资料一笔一笔进来，其实就是说它形成一个顺序。不过呢，这个顺序不见得是跟时间有关的。那我们会要说，有些顺序是时间造成的，那有些顺序是跟时间无关的那这些不同的资料那我们都可以一起的来讨论它怎么样子来找到资料背后的含义。那我们会探讨一些大家也许听过，那也许一些细节不是那么清楚的模型那包含 Hidden Markov Model 包含 Gaussian Process。那这些不同的方法它应用的场景或者是 application 有时候也会不太一样那我们也会去强调说不同的方法它需要注意到的事情。好，那我们就开始讲这个 sequential data learning 这些各类型不同的这些资料大家可以猜猜看说这些不同的资料到底是从哪里来呢？它代表什么意思好，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就是左上方的这个图呢 ，Stock Market 的图 ，Nasdaq 从1985年到2012年大家其实可以看得到说中间有一个 recess 金融海啸的那一次。那接下来呢，下方的这个图呢，大家有猜到吗？就是一个交通的图就是说我们收集，比如说某个路段它的交通从午夜12点到隔一天就是24小时。好，那个交通资料，它是代表的是行车速度，但在没车的时候，就是可以飙很快。好，那如果说今天早上可能是8点到10点，下午是5点到7点，这时候会塞车的状况，车行速度有明显的下降。那这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分析这种行车速度呢？那其实是可以的那再接下来右上方呢，那这边是一个所谓的叫做在一个家里面去测量它的温度要得到的资料。那红线呢其实是室外温度，那绿线跟蓝线是在室内不同的 sensor 得到的温度那这些温度的测量代表的是以智慧家庭的角度，它可能是适时的要开一些，比如说冷暖气，然后让居家的人觉得很舒适。那冷暖气要怎么样子开，又能够说节省能源那这其实也是我们分析的对象。右边的中间这边呢，那其实是一个大家可能蛮熟悉的就是所谓的 HTML 的这些资料那这个资料其实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以叫做 information retrieval 的角度呢，其实希望在网络上爬大量的字具有一些名字譬如说 affiliation或它代表一些时间地点这方面的资料那这些资料我们能够解读也是要靠一些 machine learning 的技术那右下方呢是一个bioinformatics 的资料这当然就是说大家所熟悉的这些 ACGT。那这些资料其实都叫做 sequential data。那这些 sequential data 怎么样来分析呢？我们会在这个 lecture 给大家一些基本的认识。好，那我们用这个图表很简单的做一些归类就是一般的这些 sequential data 呢，按照这个 data 的收集跟时间与否其实可以简单的分成这4个 categories。上面这边叫做 discrete data 意思就是说这个 data 收集呢是一笔一笔一笔的进来举个例子叫做 intrusion detection， 我们收集网络上的资料持续的进来，那我们装的这些感测的装置去侦测这些有没有入侵。好，那这时候它3不5时的会得到一些 alert 那这个 alert 当然是一笔一笔进来的那另外一种 sequential data 呢就是它一样也是 discrete 的但是它没有时间。那这时候譬如说text 的资料或刚刚也看到这些 bioinformatics 资料，它也是有一些顺序性，那但是呢它这个顺序其实是跟时间没有太大的关系的那我们来看看底下这个 row 呢，它其实
是所谓的连续的资料哈。这个连续的资料虽然哈，我们收集可能还是一笔一笔的，不过基本上呢，我们这个资料的收集它可以是sampling rate， 也许是要多高就有多高哈。那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去收集这些人讲话的这些声音，或 star market 的，虽然说 star market 它可能是也许每几分钟或每几秒钟看到有一笔，好，事实上它可能也是离散的。不过我们可以想象说它是蛮精细的哈，就是说意思是把它想象成是一个连续的这些signal 哈，其实也是 OK 的哈。那这个是属于说continuous data 哈 with time， 那 continuous data without time 呢，那就是右下角哈，就是说我们分析地理的资讯哈 ，image 哈，它可能是 1D、2D 或3D 哈，这些时候呢，它是连续的。那这边好，因为它的 x 轴、y 轴甚至是 z 轴，它其实当然是不能说是代表时间。那这也是比较 general 的一种的 sequential data 哈。那这些不同的这些 data 哈，它背后用模型是什么呢？其实好，我们都是可以一一来去探讨哈。那我们在这个 lecture 哈，我们先会从这个 discrete data 来开始讨论，然后之后再去讨论比较多的这些 continuous data 的部分。那 discrete data 的部分，我们这边的 discrete 的意义呢，其实是数学上所谓的离散。好，那 continuous data 就是连续的 data 哈。那这边是有些在 machine learning 上好 discrete 它被叫成是 nominal 或者是 categorical 哈。那这边要有所澄清，不是这样的意思哈，它是属于数学上的含义。好，那我们这边来看看说一个就是很简单的例子 intrusion detection 哈。好，一般就是这些网络，譬如说 firewall 哈，它可能会装一些类似的 sensor 哈，它可能去侦测说基于网络的流量哈，它可能会有一些异常现象哈。那 issue 的 alert 它可能based on这样子，它可能是有各式各样不同 event， 譬如说是它猜测可能是有 SQL injection 的状况，或者是一些其他诸如此类的攻击的步骤哈，收集下来哈，然后呢这些 alert 的里面哈，包含说可能有些 IP address 还有时间，最后的判断是 alert 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代表某些 attack 哈。那这是我们的分析的一种资料的形式。好，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就叫 part of speech。这个其实 part of speech tagging 这其传统哈，在NLP 好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好相当常见、相当重要的一个议题哈。我给一个句子哈，英文的句子，譬如说我这边讲的Do you want fries with that？ 今天是可以翻译成譬如说 Do you do 这个是 verb 哈 ，you 是 pronoun。want 是 verb 哈，这些诸如此类不同的这些词性哈，那其实我们若转换过之后呢，对于假设进一步 machine 要去了解这个句子，那其实相对的就会比较方便。所以说，它这个 POS 这个 tagging 其实是在 machine 去了解句子或者了解这些 natural language 哈，它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步骤哈。好，那另外这边这个例子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哈，常见的就是一些 HTML 的 source 哈，那我们看到这个 source 哈，我们一般就是以 machine 来说，它去在网络上爬了一堆这方面的这些资料哈，那它希望去进一步的解读它。那有些资料哈，可能是具有某些特殊的意义哈，包含说哈，我的英文名字哈，那我所在的这个学校哈 affiliation 哈，那还有一些各式各样不同的，包含说时间啊、地点这些东西，如果machine能够做一些判断哈，那然后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它可能可以从网络上哈得到很多很多有用的知识哈。那这个叫做 information extraction 哈。那这个部分也是要用到很多machine learning 的技巧来帮助我们得到这样子的答案。那我们说给了这些 sequential data 哈，那我们可以可能想象有什么样子的工作或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需要来解决呢？哈，其实我们约略来看哈，就是有3种不同的问题我们可以问哈。第一种叫做 sequential supervised learning 哈，第二个叫做 sequence classification 哈，那第3个叫做 time series prediction 哈。那我们说这3类问题哈，它的 input 跟 output 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同哈。那我们依序来看这3个问题。
这个 sequential supervised learning 呢，我们想象就是我给了一连串的这些training data 哈，它是 xi 跟 yi， 这边的 xi 跟 yi 呢，好，它可能是一连串的，譬如说 xi 一个长长的句子，那 yi 呢是相对应的这些label 哈，你可以这样想哈，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POS tagging 的这种问题哈，那就是 xi 就是说输入的句子，那 yi 就是它的 tags 哈，那我们会看到说这个 xi 一连串的这些 item。我们收集进来哈，收集进来呢，我们希望我们的模型呢能够去把它做一些转换或者解读它，变成这些相对应的 yi。好，意思就是说呢，每一个在 xi 里面的 item xi1 一直到 xti， 好，那它对应的这个 label 是什么呢？就是 yi1、yi2 一直到 yti。好，那这个样子的问题，我们叫做sequence supervised learning。好，那当然，刚刚我们说网络上的 information retrieval 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sequential supervised learning 的例子。sequential supervised learning 呢，其实一般来说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两个 relationship 哈。那一个就是 xt 跟 yt 之间的关系哈。譬如我看到 Friday 是代表着时间 ，Friday 就是我的 xi。时间呢就是 yi， 那这个当然就是说我知道，好，它彼此之间有一个关系在哈。那现在呢又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 yt 跟 yt 加1之间呢，它也是有一个关系哈。比如说，如果是 POS tagging 的话，名词后面可能会接一个动词，或之后再接一个片语。那有一些这样子的顺序，就是 yt 跟 yt 加1之间的关系哈。比如说以 information retrieval 来说呢，好，假设转换之后变成一个名字，好，这个名字之后呢，一般来说我们可能会看到affiliation 哈，那它也是所谓的 yt 跟 yt 加1之间的关系哈。那基本上呢 sequential supervised learning 它都要去抓到好这两类 relationship 哈。那如果能够抓到的话，得到的 answer 可能是比较具有可信度的。好，那另外两类问题呢，一个叫做 sequence classification 哈，还有一个叫做 time series prediction。那它又代表的是什么样子的意思呢？哈，那我们说 sequence classification 呢，其实呢，看起来好像是比 sequential supervised learning 更简单哈。sequential supervised learning 是说它给了一长串的句子哈，然后我要给出来一长串 labels 哈。那现在不太一样了，现在是给出一长串的这些句子，我只要给一个 label。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呢，就是说哈，我今天啊，比如说我有手写辨识人哈，他写了一长串的这些字，判断这个是谁写出来的这个字，那答案只要给说是谁就可以了哈，所以答案是一个，但是我给的 input 呢，可能是一长串的笔记，这个就是很典型的 sequence classification 的问题。那另外一种叫做就是time series prediction 哈，可能是更常见的，比如说我要预测股票市场，我通常都是看股票市场过去几天的这些 price 好，然后我来预测说今天的 price 是如何。那我们来看看说这些不同这些问题哈，它还是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差异哈。譬如说在 sequential supervised learning 的时候呢，看一整个 x， 然后来再给出一整个 y 哈，意思就是说我给了一整个句子好，然后我来得到一整个句子对应的这个POS tagging 哈，所以我是给一整串的哈，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我是已经知道了整件事情哈。那这时候跟譬如说我如果做 time series prediction 要预测未来，这个是有一些不同的。我们接下来看，就针对 sequential data learning， 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 research 的这些角度。有一些事情跟我们传统的machine learning 的做法会有一点不一样。我们讲的 loss function 哈，我们传统讲的 machine learning 就是譬如说我给了100个例子哈，判断这个100例子我当中错误了15个，那我说正确率是 85%， 这个就是一般常见的这个 accuracy 的做法。那这边的 loss function 呢，如果适用 sequential data learning 或者 sequential supervised learning， 那我们面对的这状况会有点不一样。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考量，譬如说这 feature selection 还有 computation cost 哈，那我们一一来解释。
我们第一个讲这个 loss function 的部分，如果以这个 sequential supervised learning 的这个例子来说呢，我给了一整串的这些x 好，我要预测一整串的 y 好，那这时候我的 loss function 不能够很简单的说好，我给了一长串的 x 得到一长串的 y， 那这个 y 呢可能当中可能是100个，那我错了5个，我说我的错误率是5%，可能这样子的方式是不太合适的。我们可以看底下一个例子。假设说一个人哈，他的手机的使用状况哈，比如说他 make a lot of phone calls 啊，那 telephone company 要去判断说这个手机有没有可能会是处于一个被偷的情形。你可以想象得到说，如果今天你的手机忽然去连续打了很多通的长途电话，每通电话都是讲了1-2个小时，那我相信 telephone company 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说，你可能这个手机被盗用了哈。那这样子的判断其实是一个sequential supervised learning 的问题，就是说我给了一连串的phone call 的这些状态哈，譬如说每一个phone call 它打到哪里，它打了多久的时间，然后呢，我要判断的结果就是说每一个phone call它到底是属于说是正常的phone call，还是你的手机被偷走了哈？某个时间点也许被偷了，然后就是之后就是1好，所以说一连串的0接上一连串的1好，这样子的结果的判断。那我们比较适合的 loss function 也许会是说哈，比如说一连串的0接到一连串的1，那只不过呢，就是说这个0跟1的交界点，那跟真正的答案可能会有一些差异。那差异如果是在左边这边哈，它是0，我判断成1，好，那这时候就是说，它是正常的使用，那我把它判断成是手机被偷，那这时候可能电话公司会打电话来问你一些状况，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被骚扰，那这个相对来说也许没有那么的严重哈。那另外一种状况是你手机被偷了，就是说你真正的答案是1，但是你判断成是0。看到的是右边这一块，好，这方面的 penalty 比较像电话公司认为你的手机没被偷，可是你手机已经被偷了，而且被打了一大堆的长途电话，那这时候这个 bill 谁来付呢？好，这个就是比较大的问题。那这两部分的 penalty 其实不太一样，那所以说我们来看 cost function 的时候哈，有一些不同于传统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的做法。好，另外一个例子哈，就是说 loss function 针对 sequential data learning 哈，它的做法小小的差异哈。那我们讲说 hyphenation， 比如我们给一个英文单字，我们要说句子当中它可能加一些 hyphen 啊，因为我把英文放在这个文章里面，它排版可能要换行。好，怎么样子去把这个英文单字，特别是很长的英文单字切成几个小部分，好，这叫做 hyphenation 哈。那这个 hyphenation 其实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些规则哈。那这规则怎么来建立呢？其实machine learning 也可以用来去预测什么时候可以加这个 hyphen 哈。那 false positive 这边指的意思是说它实际不应该加这个 hyphen， 不应该有断掉的状况，但是我假设它有断掉的状况，好，所以说 false positive is very bad， 意思就是说事实上 word 它不应该断成2段，好，但是我把它断成2段，这样结果是很不好的哈。那另外一种情形是叫做false negative， 意思就是说可以断成2段，可是呢我却判断它不能断成2段，那其实也许算是 OK 的，至少没有造成特别的错误，只是视觉上比较没有那么的完美而已。那我们说呢introduce 一个 hyphen 哈，一般来说可能是很希望说它在这个很长的这个字的当中能够有一个断点哈。那我们来看看以下几个例子。那我们说qualification 哈，基本上上面的这个就是它有4个地方可以来做断开。Li 之间 ，If 之间，还有 Ic 之间跟 At 之间，这个是完美的状况哈。Machine learning 呢，如果告诉我们说它的断开的地方是If 之间跟 Ic 之间，只给了2个答案，那事实上它有4个答案，结果其实还不错的。虽然我如果直接看这个 accuracy， 4个当中猜对了2个哈。但是呢，它的结果还是算很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断开的位置是字的当中哈。那另外一种可能，比如说，我只猜中了一个If 之间，或者说 Ic 之间，这个答案我猜对了，所以说我还是可以把这个很长的 qualification 断成2段。但是呢，我们发觉说4个当中虽然只猜对1个
accuracy 好像没那么高，不过呢，它是在中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结果也是不错的。那比较不好的呢，譬如说我猜到的是 li 之间哈，就底下这个 worst 的这种情形哈，或猜到的是 at 之间，因为这个断开的位置是在比较偏前面或偏后面，那效果就会比较不好。那很糟的状况是说，我根本就是完全猜错哈，比如说我猜到 A、L 之间，它不应该断开，却被我断开，这是所谓的 false positive 的情形，这个都是属于比较不好的情形哈。那想想看哈，就是这些不同的结果，它其实并不是像我们传统的 machine learning， 就是直接说看它的正确率啊、错误率有几个对、几个不对那么简单的方式来得到结果的哈。所以这是我们在做 sequential data learning 需要注意的事情。谢谢各位。